反正也歇着，聊聊天呗。我倒是好奇，你如何进了兰家？魏无羡喘了喘气，还是几分好奇，薛洋如何就进了去？适才一心只想到蓝湛会担心，倒是不曾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兰家玉牌，谁也不能那么容易堂而皇之的混进去吧？眼皮子底下把自己掳走，倒也是一种本事。帮我就告诉你，你告诉我，说不定心情好了就帮你，也说不一定。我不信，前辈若是无聊，我们找点乐子可好？呵，魏无羡瞥了一眼薛洋，心知是问不出什么的，索性看都懒得看过去，想想怎么才能尽快脱身。至于因果，后面再查也尚可。想要闭上眼睛养养神，可这身上这一抽一抽的疼，还是让他清醒无比。不过能忍罢了，他惯会忍疼的。薛洋径直的走过来，再一次扯开他衣裳，连续几番这样，魏无羡想不生气都难。不是因为疼痛，而是蓝湛也不曾这样粗鲁的撕扯过他衣服几次，平白让人看了去。哦，你大爷，扯衣服上瘾了是吧？是的呢。说罢，薛洋拿出一黑色小瓶，重重往魏无羡伤口处一按，很快血便流了出来，直直往瓶子里去。满了一出瓶口，他才收了手。魏无羡痛得眼发黑，却是不明所以的看着薛洋动作。他取自己血是要作何用处？只见他拿出符篆，口中振振有词的召唤出鬼魅，随后把瓶子里的鲜血倒了出来。本以为可以驱使那鬼魅如同饲养的宠物一般，自己也尝试那种乐趣，却震惊的看见那鬼魅丝毫对魏无羡的鲜血不感兴趣，只是凑过来闻闻便失望似的转身，化为一抹青烟消失眼前。薛洋看着这一幕，只觉得惊讶不已，不相信的又尝试了一遍。怪不得魏无羡不答应自己。他深知魏无羡修炼鬼道已久，身体肺腑血液早就被怨气渗透各个角落，他的血对于走失鬼魅有着极度吸引渴求，可以用鲜血驱使他们如同自己走狗一般。如今几番尝试都不能吸引这些邪物，只能说明魏无羡体内已无怨气，不能动用鬼道之术，自然不能用复活温宁的手法复活小星辰。目光狠厉的看着魏无羡，身体剧烈的颤抖着，似乎不相信自己所坚持的、所努力的就因为魏无羡不能再用怨气而毁灭。他又恨又恐惧，声音阴冷的可怕。魏前辈不能再用怨气了是吧？所以呢？暂时迟钝，魏无羡也反应了过来薛洋所想，不过无意想用自己鲜血驱使鬼魅来玩，却发现自己不能用怨气，用鬼道之术破灭了他复活人的希望，才如此这般。他一开始没说，就是怕暴露自己缺陷，引得他对自己更不利。现在暴露了，却也在想该要如何脱身。以薛洋这执迷程度，也定然不会轻易放弃。呵呵，所以重头来过也未尝不可。什么？没有了就再弄进去？什么弄进去？魏无羡略有疑惑的看着几乎癫狂的薛洋，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可在看见他把手中东西拿出来后，整个人都愣了愣。阴铁，原来温家失踪的那块阴铁在他手中。可未等再多想什么，胸口处又是重重的一疼。怨灵的加持下，鲜血与阴铁融合，那一刻熟悉的痛苦遍布着全身，无数的怨气涌入了他的全身，好似昔日被扔到乱葬岗之时，整个人被稀释殆尽那样的疼痛。伴随着的还有头脑中无数怨灵的嘶吼叫骂。魏无羡，你想复仇吗？魏无羡，你就是个邪魔歪道，人人得而诛之。魏无羡，你去死吧！魏无羡，魏无羡，何种嘶吼哄骗叫嚣在他的整个头脑。魏无羡猩红着眼，整个人都颤抖抽搐着，随后却是重重的仰倒在地上，微张着唇，从重重的呼吸到浅浅的喘气，眼中空洞的可怕。魏婴，魏婴，听话，走出来看着我，慢慢走出来。蓝湛，魏无羡低喃一声，有那么一瞬间他想放弃了，就让他们吞噬这个闹腾的世界，可最后脑海中蓦然出现的声音和熟悉的面容，还是让他慢慢清醒过来。他好似听见那人温柔清澈的声音，一点点指引着把他带出来。他想着他，捏着他，好似是最后抓住的稻草一般，一遍遍告诉自己走出来，不能再丢下蓝湛了。他已经丢下他很多次了，再不能丢下他了。强忍住那撕开身体一般的痛楚，像之前一样慢慢融汇身体里面的怨气，一次又一次，慢慢的来。他现在的身体还不如刚被剖完金丹丢下乱葬岗之时，不能操之过急。虽然越慢承受的痛苦就越多，可只要坚持下来就好了。
可他自己也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切会让他几乎入了魔，以至于后来每每想起都几分后怕。明明快成功了，只差一点，可那突然涌入的鲜血却打破了他的所有防线，身体几乎彻底被怨气霸占侵蚀。大抵是等了许久，让血阳有些烦躁和急不可待，索性再推一把力。他从来不敢在自己身上做的事，让魏无羡亲自做给了自己看，不只是为了复活那个人，他也想看看人人闻而胆怯的夷陵老祖到底是怎么把这条路走到极致的。他有些狠力的拿刀割破魏无羡手掌，鲜血再一次疯狂涌入阴铁之时，那声撕心裂肺的吼叫让他一时几分愕然，随后便看见魏无羡从疯狂的挣扎到一动不动，慢慢无了意识。他用脚踢了踢魏无羡的身体，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切。失败了，不可能，他可是魏无羡，怎么可能？失败了，如果失败了，他该怎么复活那个人？是血不够吗？还是怨灵不够？可无论怎么丧心病狂的把这些加置在魏无羡身上，他依旧是无意识的随他折腾，痛狠了之时身体才会颤抖几分，四周皆是从他体内溢出的黑色怨气。魏无羡，你给我醒过来，你给我醒过来啊，给我醒来！他气急败坏的一把把魏无羡提了起来，使劲的摇晃着他身体，可魏无羡依旧紧闭着双眼，头后仰着，唇角的鲜血红的骇人。希望慢慢的破碎中，血阳怒极了，嘶吼中他把人狠狠的扔在地上，却猛不丁被突然睁开双眼。挣脱手绳的魏无羡紧捏住手臂，力气大的让他手骨发疼。呵呵，前辈果然还是……话没说完，那只捏住他手臂的手就快狠地转到他脖子上，窒息的感觉一下充斥着整个头脑。在看见魏无羡那双猩红狠厉却空洞的眼神之时，这才想起自己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最易让人快速运用怨气做鬼道术法之用，也最是容易被怨灵侵蚀身体，让人魔怔。除了心性毅力过人者，常人难以控制。这100年间也不过一个魏无羡成功了而已，他也是因此才一直不敢用此法修炼，却不想再经历一次。这个人却是入了魔之样。魏无羡力气很大，人也疯魔一般，他几乎没有反抗之力，只感觉自己生命在一点点的流逝，可还是不甘心这样的死去。几乎快完全喘不过气之时，他发狠地往魏无羡之前被自己划伤的胸口处死死一击，或许是吃了痛，身体被大力的甩了出去，撞上石壁又重重摔倒在地，一阵的头晕目眩，心田涌上。看着又继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魏无羡，他拿出传送符，刚想保命逃生，就被冻外冷冽的剑气伤倒在地，伤上加伤，连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抬头看去，蓝忘机尽寻到此处，可找到了又如何？魏无羡左右，现在不过一个疯子而已，谁都不好过，自己如此，他们也如此。薛阳放声大笑，被喉间涌上的血呛得喘不上气，依旧笑得阴森恐怖。魏婴，